说最近大妈们又提着蛇皮袋去金店准备大干一场了。明明中东那边炮火连天，通胀数据也是一路狂飙，按常理说这个是黄金大涨的绝佳剧本。结果呢，伦敦金价竟然走出了高台跳水的姿势，一度砸穿了每盎司4565美元的关口，单周暴跌大约3%。这轮中东冲突打到现在，金价不仅没怎么涨，反而蒸发超过了13%，连带着白银也跟着摔了个鼻青脸肿，直接暴跌了6.4%，砸到了78.2美元。很多人懵了，说好的乱世黄金呢？怎么现在通胀越高，黄金反而跌得越狠？黄金这玩意儿啊，它本身是不生小金子的，它就像一笔永远没有利息的死期存款。当你手里的现金利息很低，或者觉得放在外面不安全的时候，你才愿意把它换成黄金。但是现在宏观环境彻底变了，美国4月份的通胀数据一出来，直接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最快增速。通胀这把火压不住，美联储就绝对不敢松口放水，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：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破天荒的首次站上了5%的大关，这个是全球资产定价的无风险收益率锚点。试想一下，资金无脑去买美债就能稳拿5%以上的利息，谁还愿意去抱那块连个钢木都说不出来的金疙瘩？更狠的动作还在后头，美联储马上要迎来一位极其强硬的新任主席凯文·沃什，预计在6月份就要主持首次会议了。这个人啊，跟之前的鲍威尔完全不是一个路数。鲍威尔是一边放水一边喊加息，玩的是什么嘴炮经济学。沃什呢是个实干派，他的核心政策是降息和缩表同步推进。很多人以为啊，降息就是开闸放水，黄金就会涨。这次你想错了，沃什的逻辑是，降息是为了救美国自己的银行和债市，缩表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他要一边给自家银行续命，一边抽干全球市场上的美元。就像你家水龙头开小了，但下水道还在使劲抽，池子里的水啊只会越来越少。美元一旦变稀缺，所有以美元定价的资产就会跌，黄金自然首当其冲。最近啊，很多人在传全球央行都在集体抛售黄金跑路，别被这个谣言给带节奏了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5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，今年1季度全球央行净增值黄金244吨，也就是说，扣除所有卖出的，整体还在买。卖黄金的都是被逼到绝路的国家，土耳其1季度卖了80吨，是绝对的抛售主力。但这不是因为土耳其不看好黄金，是油价呀涨到了每桶106美元，土耳其能源几乎全靠进口，外汇储备花光了，不卖黄金，连进口石油的钱都没有。而且啊，这里面大部分是掉期交易，说白了就是把黄金抵押给别人换美元应急，以后呢还要加价买回来，不是真的清仓。俄罗斯卖了20吨，也是因为军费开支太大，手里缺美元。真正有实力的战略大国都是在趁这个机会偷偷抄底。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，3月份又加了16万盎司，相当于5吨左右。中国买黄金啊，从来不是一口气买很多，而是细水长流。这不是为了炒金价赚钱，是去美元化的长期布局。历史上一共发生过2次类似的主权级别砸盘，一次是2020年疫情期间，土耳其等国被迫抛售黄金，导致全球央行10年来首次单季度净卖出，直接创了历史新高。另一次啊是2023年春天，土耳其自己卖了160多吨黄金，同样没有改变黄金上涨的趋势。这种短期的流动性抛售根本撼动不了黄金的长期价值。世界黄金协会的调研显示，73%的受访央行都认为未来5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会持续下降，因为啊，美国政府现在的国债规模已经像滚雪球一样逼近39万亿美元了。常年靠发债和通胀来稀释债务，美元的内在信用其实一直在被蚕食。对于那些看得长远的央行行长们来说，现在跌下来反而是他们逢低建仓的绝佳窗口。加上近期中美经贸领域出现了缓和信号，也让前期推高金价的避险溢价泡沫被快速挤出。黄金近期的暴跌是一次由美国超预期通胀反弹、强势美元连涨以及美联储主席换任共同引爆的阶段性洗牌。只要能源价格这个通胀火药桶还在烧，降息预期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。黄金头上的紧箍咒短期内就摘不掉。澳新银行甚至已经把金价涨到了6000美元的目标，从明年年初直接推迟到了2027年年中。这时候如果你盲目冲进金店去重仓抄底，大概率啊是要站在半山腰上吹冷风的。接下来的行情大概率是会一个高位来回拉锯的震荡式，而且啊，这种多空博弈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前后。普通人现在要做的是在这个通胀成本转向全民的阶段熬得住。在目前股债汇金都在跌的泥潭里，手里的现金虽然看似会被通胀侵蚀，但它现在的作用不是防守，而是蓄力。耐心等待那些真正代表生产力提升的优质资产被市场错杀，少看1-2天的涨跌，多看看大国博弈的牌桌。记住，只有带血的筹码才是你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护城河。